史上最强10月新品震撼来袭，假的都是假的，这回真吹不了了。10月番已经没几个人类了，不信我拿给你看看。首先就是完全不是人一档的，差点在迷宫深处被信任的伙伴杀掉，靠着天赐技能无限扭蛋获得等级9999的伙伴，我要向着队友和世界展开复仇，给他们好看。你以为我在介绍剧情吗？不，这动画标题就叫这个。那剧情肯定也和标题一样啊，差点在迷宫深处被伙伴干掉，靠着外挂无限抽卡，直到抽出了 SSR， 然后开始爽文复仇，让那些人好看。就当我在新番列表里看见这个标题的那一刻，我就感受到了那么一丝丝微妙的不对劲。他这个小说封面是怎么放下这么多字的？然后这小说封面长这样。我不好说。然而，这样的标题在这个季度还不止一个。父亲是英雄，母亲是精灵，身为女儿的我是转生者。比起上面那个，是不是看起来还好？但也不短。不过咱们这儿的汉化组给了这个小说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翻译：叠强妈萌，我无敌。怎么说？是不是直白舒服了很多？反正都是让人没有点进欲望的标题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还有哦，队友太弱，所以贯彻辅助的宫廷魔法师惨遭流放，目标却是最强。我已经无力吐槽了，我甚至还有点理不顺这个标题的语言逻辑。然后同样拟人的还有这个猫眼三姐妹重制版，你看这 PV。キャッツアイ。作戦通り。行くわよ。うまくいって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キャッツアイへ。真的是人在画吗？如果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动画是 AI 画的，我或许还能原谅你。制作组该不会是想跟我说角色年龄随着观众一起成长了吧？我小时候看猫眼三姐妹，现在看猫眼三阿姨。然而这个季度的拟人生物还不止这些，演员广志的午餐流派，这个是纯正的伟人啊！除了叫这个名字之外，你看不到任何和演员广志蜡笔小新相关的东西，甚至这个漫画就是为了蹭一个孤独的美食家，甚至作品的粉丝也完全不承认这个漫画。看过了这几个拟人生物后，咱们还是看点别的洗洗眼睛吧。总之我们先来看看原创动画。凯奇认为原创动画是必追的，原创动画在开播前的评价应该是论外的，所以永恒与辉、一串因我不认识和数码宝贝的新动画至少在完结前不对，至少在出现精神分裂之前还能算个人。我们一个一个讲。永恒与辉众所周知PA 这个公司有一个优良传统，那就是他们做的改编会很好看。但是吧，这个优良传统是指他们在做了改编之后会去奖励自己玩一把原创，而 PA 这2年这个原创嘛，我只能说褒贬不一。所以虽然在人类的行列，但是建议大伙儿保持质疑。而这一串英文的动画嘛，我就说一点，这动画的编剧是玩户市民，代表作白色相扑2，路人女主的养成方法，这可太酷了。你看见这 PV 里面2男3女的配置了吗？玩户肯定知道大伙儿想看什么。上一次看到这样扭曲的配置，那还是恋爱十一连接啊！我要看到血流成河呀！顺便一提，动画内容似乎是英雄拯救世界同时组乐队，太扭曲了。乐队可以因为情感闹掰，但还要带着羡慕嫉妒和同伴一起踏上战场并肩战斗，太扭曲了。我就要看这个呀。最后一部是数码宝贝的新作动画。说实话，当我看完高达及画的时候，我对老 IP 的新作动画没什么期待了，但是这次似乎不太一样。大概海基我也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，但就是这个 PV 给人的感觉像是要重新来过的样子。平心而论，高低给个机会吧。然后就是一些这个季度看着没什么问题，但可能有点危险的动画，这里就简称为可能是人吧。绝妙舞步，跳舞的动画嘛，以前也看过的呀。舞动青春嘛，只要跳舞画面好好画，肯定是可以的呀。而且还有我们可爱的阳宫菲娜小姐配音，然后吧，你就能在 PV 里看见这样的画面了。那种事情不要啊！对我垂涎欲滴的非人少女，故事是说女主要上演 Jump 了，然后遇到了个想吃人的，但是呢，对方说你现在想嘎过去肯定不好吃，等你哪天不想寻短见了，我再吃你。听起来挺老套的，也确实很老套。但是按理说，只要改编的时候不整活，那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职业同学观察日记，校园日常怎么可能翻车嘛？稳当。但是鉴于如今的改编环境，那就怕编剧想不开，想要有点自己的表达在里面，然后就崩了。所以放在这一档安全一点，没有期待就是最高的期待。末世2轮之旅。行こう，艾莉。看
看着是阳光一点的少女周末旅行，反正任意复数的美少女放在一起干什么都可以，看呗，你还有什么选择咋地？这个时候可能就有观众要问了，凯奇，这个季度是完犊子了吗？一部能看的都没有。那你要杀里淘金的话，还是有几个虾人的，比如这个东岛丹三郎想要成为假面骑士，中年大叔想要成为假面骑士啊。但是人嘛，总有一天会抛掉自己所爱的，比如中年危机的时候。但故事之所以是故事，就好在他真的遇上了假面骑士里的反派，然后就开始打反派，虽然有一点点点，但如果是特摄书，应该会看得很开心。小手指同学请别乱摸。福利动画大家懂的都懂，男主是按摩师，剩下的内容大家直接把十几之灵里做菜的内容删掉，大概就是了。反正我肯定会看的，我知道这动画一定好不到哪儿去，但是下医院拥有一票否决上医院的权利，特别是在深夜。其实能在这一档的还有一部值得推荐一下的，弹珠汽水瓶里的千岁同学，这是目前亲历冠军里面唯一一本没有动画就进了殿堂的作品。虽然第一卷差点意思，但第二卷就开始一路狂奔了，讲的是以现充为主角展开的校园恋爱日常，就是这个男主的人设实在有点路人了，这个时候就能看得出破看哈基老师的强大实力了。比起大老师，千岁同学应该没那么有代入感，毕竟二次元还是阴暗宅宅比较多嘛。届时开播之后，凯西答应大伙儿每周追着讲解这个动画。其实如果这个季度实在不行了，大伙儿可以试试看续作嘛，正好给自己一个补全前作的机会。你看啊，这个季度的续作有《婚夜物语》第二季，这动画光是海报我放出来都得打码。妖怪旅馆营业中2日常经营，喜欢那种温馨治愈的观众可以看看。间谍过家家第3季啊，说起我第2季没看来着，这不就正好补了吗？治不灭的你第3季，说实话我不喜欢说明论的题材。乱码1/2第2季，重制版的第2季，至少上一部我看的还是很欢乐的。这老一辈艺术家写的故事就符合纯血二次元的味啊！赛马娘撸毛灰姑娘 Part 2，这一季赛马娘做的还是挺好的。一拳超人第3季，能动就行。我去，不会真要靠续作度过这个季度了吧？大家这个季度打算追哪些呢？如果觉得新番不行，有什么补番计划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